慧敏，真的是你吗？电力公司的会议室里，陈家豪的声音带着震惊和不敢置信。10年前，他让他净身出户，说他配不上自己的前程。10年后，他身穿定制套装，手握千万合同，坐在谈判桌对面。曾经卑微如尘土的农村媳妇，如今却掌握着他的命运。而他手中的这个项目，正关系着他所在部门的生死存亡。方总，您看这个合作。陈家豪小心翼翼地试探着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那个曾经在他面前唯唯诺诺、忍气吞声的女人，早已不复存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12年的秋天，江南的小城笼罩在淡淡的桂花香里。方慧敏站在超市的收银台后面，手指灵巧地敲击着键盘，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。她今年24岁，从安徽农村来到这座城市已经3年了。大专毕业后就在这家连锁超市工作。那天傍晚，一个男人推着购物车走到他的收银台前。方慧敏抬头看了一眼，是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，穿着得体的白衬衫和西裤，看起来像个上班族。你好，一共是132块8毛。他说话时带着一点安徽口音，声音轻柔。陈家豪从钱包里掏出钱，不经意间注意到这个收银员清秀的容貌。他的皮肤很白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虽然穿着朴素的工作服，但整个人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。您是新来的吗？以前没见过你。陈家豪主动搭话。不是，我在这里干了2年多了，可能您平时不怎么来这个时间段吧。方慧敏手里继续整理着收银台，声音依旧温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家豪总是在下班后到这家超市买些日用品。他发现这个叫方慧敏的女孩工作很认真，对每个顾客都很有耐心，即使遇到挑剔的顾客也从不生气。她身上有一种农村女孩特有的朴实和善良，这让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陈家豪感到格外新鲜。你下班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？1个月后的某个晚上，陈家豪终于鼓起勇气提出邀请。方慧敏有些意外，脸上飞起2朵红云。这不太好吧？就是普通朋友一起吃饭，你不要想多了。陈家豪连忙解释，我对这附近的饭店不太熟，你可以推荐一家，那顿饭吃得很愉快。陈家豪得知方慧敏是安徽阜阳人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中，父母都是农民，他每个月要往家里寄1000块钱，剩下的钱除了房租和生活费，几乎所剩无几。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孤单吗？陈家豪问。还好，习惯了。方慧敏笑得有些勉强，总比在家里种地强一些。陈家豪心里涌起一股怜惜。他今年27岁，在供电局工作，虽然收入不算高，但在这座城市有房有车，生活还算稳定。和眼前这个为了生活奔波的女孩相比，他觉得自己幸运很多。从那以后，2人开始正式交往。陈家豪经常在方慧敏下班后接她回家，周末会带她到城里的公园转转，或者看场电影。方慧敏从来不要求他买什么昂贵的礼物，连约会的花销都主动要求 AA 制。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怕自己配不上你。方慧敏有时会这样说。别傻了，我们在一起开心就够了。陈家豪总是这样安慰他。半年后，陈家豪带方慧敏回家见父母。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，家里只有母亲陈淑华一个人。陈淑华是纺织厂的退休工人，
对儿子的终身大事一直很关心。妈，这是我女朋友方慧敏。陈家豪介绍道。陈淑华上下打量着方慧敏，目光在她朴素的衣着上停留了几秒。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看着有点土气。妈，陈家豪有些尴尬。阿姨好，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。方慧敏恭敬地递上礼品，脸上依旧保持着微笑。那顿饭吃得有些压抑。陈淑华不断地询问方慧敏的家庭情况，当得知她是农村户口时，脸色明显变了。农村的啊？那你们家有什么产业吗？没有，就是种地的。方慧敏老实回答。种地，那收入应该不高吧？陈淑华的语气带了一丝轻蔑。我爸妈种了10几亩地，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。饭后，陈淑华把儿子叫到一边。家豪，这个女孩条件太差了，农村户口，家里又没钱，你怎么能看上她？妈，人品比家庭条件重要。慧敏人很好，她对我也很真心。真心有什么用？结婚是过日子，不是谈恋爱。你想想，以后结婚了，他那一大家子农村亲戚都要你来照顾，你受得了吗？陈家豪没有回答，但心里已经开始动摇。他虽然喜欢方慧敏，但母亲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2013年春天，两人还是决定结婚了。陈家豪觉得年纪不小了，方慧敏又确实很适合做妻子，而方慧敏更是感激不尽。她觉得能嫁给陈家豪这样的城里人，已经是天大的幸运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方慧敏的父母从农村赶来参加，看着他们朴素的穿着和拘谨的神态，陈淑华的脸色更加难看。农村户口，真是我们家好倒了霉了。这句话，陈淑华在婚礼结束后就开始经常挂在嘴边。婚后，方慧敏辞掉了超市的工作，专心在家做家务。她每天早起为陈家豪做早餐，晚上等他回来再一起吃晚饭。陈淑华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另一栋楼里，几乎每天都会过来看看。慧敏，这菜怎么又咸了？家豪的肠胃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地板怎么还有灰？你一天在家都干什么呢？家豪的衣服要分类洗，贵的衣服不能和便宜的放在一起。面对婆婆的挑剔，方慧敏总是默默承受。她努力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，买菜做饭的标准也越来越高。每个月的生活费本来就不多，她还要省下钱来给陈淑华买营养品和新衣服。2014年，方慧敏怀孕了。陈淑华对这个消息很满意，毕竟能为陈家延续香火是好事。孕期里，她对方慧敏的态度稍微好了一些，但嘴上的刻薄话依旧不断，希望生个儿子，女孩就算了，我们陈家可不能断了香火。你们农村人身体好，生孩子应该不难，孩子出生后可不能带回农村，城里的环境比农村好多了。方慧敏只能点头应承，她心里明白，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能否为陈家生个儿子。2015年春天，儿子陈小雨出生了，陈淑华高兴坏了，对孙子疼爱有加，对方慧敏的态度也确实改善了一些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，他又开始挑剔起来，这孩子怎么不太爱说话？不会是遗传了农村人的笨吧？慧敏，你要多教教孩子说普通话，可别带出一口土话来。小雨以后上学可不能填农村户口，我已经托人问了，可以迁到城里来。每一句话都像刺一样扎在方慧敏心里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配不上这个家庭，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儿子的前途。
陈家豪在供电局的工作一直平平淡淡，他不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的人，做事中规中矩，在单位里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。一家三口的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也算安稳。方慧敏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她学会了做各种精致的菜肴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对陈家豪也是体贴入微，每天晚上陈家豪回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，洗完澡就有干净的衣服摆在床头。家豪，你真有福气，娶了这么贤惠的老婆。邻居们经常这样夸奖，陈家豪心里也确实满足。方慧敏虽然出身不好，但确实是个难得的贤妻良母。他有时会想，也许母亲说的对，人品比出身重要。但这种想法在2017年发生了改变。那年春天，陈家豪通过一个远房表哥的关系，从区供电局调到了市电力公司，职位也从普通科员升为副科长。这个变化对他来说意义重大，不仅收入翻了一番，接触的圈子也完全不同了。新单位的同事都是些见过世面的人，他们的妻子要么是公务员，要么是银行职员，要么是医生老师，至少都有份体面的工作。当别人问起陈家豪的妻子时，他总是含糊其辞，我老婆在家带孩子。他从来不说方慧敏的出身和学历。有一次单位组织聚餐，鼓励大家带家属参加，陈家豪回家后犹豫了很久，家豪，你们单位聚餐我就不去了吧。方慧敏似乎看出了他的为难，主动提出，为什么不去？陈家豪问，心里其实有些松了一口气，我也不知道该穿什么，该说什么，去了怕给你丢脸。哪会呢？你别想太多，嘴上这么说，陈家豪心里却觉得方慧敏很懂事。从那以后，陈家豪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免带方慧敏参加社交活动。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保护她，其实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嫌弃她的朴素和土气。慧敏，你能不能学学化妆？现在的女人都化妆，你这样显得我们家太落后了。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语音，什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，一听就知道是农村来的。孩子的教育很重要，你多买点育儿书看看，别用农村那一套。每一句话都让方慧敏心如刀绞。她努力改变自己，买了化妆品学着打扮，买了普通话教材练习发音，买了各种育儿书籍钻研。但在陈家豪眼里，她依旧是那个土气的农村女人。2017年秋天，苏雅琴从国外回来了。她是陈家豪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去美国读了 MBA， 现在被市电力公司聘为管理顾问。重逢的那天，陈家豪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光彩照人的女人。家豪，好久不见。苏雅琴穿着一身合体的职业套装，妆容精致，举手投足都透着优雅和自信。雅琴，你变化好大啊！陈家豪有些激动，听说你在国外发展得很好，还行吧？不过我觉得国内的机会更多，所以回来了。苏雅琴微笑着，你现在怎么样？结婚了吗？结了，有个儿子。陈家豪的语气有些不自然。那恭喜你了，你老婆是做什么的？她在家带孩子。苏雅琴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但陈家豪敏锐地感觉到，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轻蔑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苏雅琴经常和陈家豪一起工作。她的能力很强，思维敏捷，在公司里很快就建立了威信。和他相比，陈家豪觉得自己的眼界和见识都太有限了。家豪，你这人挺有潜力的，就是缺乏国际视野。有一次加班到很晚，
苏雅琴这样评价他，可能是我接触的圈子太局限了。陈家豪苦笑，环境很重要，包括家庭环境。苏雅琴意味深长地说，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另一半的支持和理解。如果另一半的层次差得太远，反而会成为拖累。这句话在陈家豪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，开始觉得方慧敏确实配不上现在的自己。你看看别人家的老婆，要么有事业，要么有学历，你除了做家务还会什么？有一天晚上，陈家豪终于忍不住对方慧敏发火了。方慧敏愣住了，我不是一直在照顾你和孩子吗？照顾有什么用？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女人也要有自己的事业。你看看你，整天就知道围着锅台转，跟个保姆有什么区别？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方慧敏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我也不知道。陈家豪烦躁地摆摆手。总之现在这样不行。那天夜里，方慧敏失眠了。她躺在床上想了很多，想起出狱时陈家豪温和的笑容，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之间变成了这样？第二天，陈淑华又来了。慧敏，家豪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她问。还好吧。方慧敏不想让婆婆知道夫妻间的矛盾。我看她脸色不太好看。陈淑华眯着眼睛，你是不是没有照顾好她？你们农村女人就是眼界窄，不知道怎么帮助男人事业。家豪现在升职了，接触的都是有文化的人，你要是跟不上，就别怪他嫌弃你。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方慧敏的心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了陈家豪的累赘，是不是真的应该为他的前途考虑。2018年的春天格外漫长，苏雅琴和陈家豪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差，一起加班，一起参加各种商务活动。陈家豪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话也越来越少。爸爸，你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回来？3岁的陈小雨天真地问。爸爸工作忙。陈家豪敷衍地回答，连抱一抱儿子的耐心都没有。方慧敏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她知道陈家豪在逃避这个家，逃避他，甚至连儿子也一起逃避了。一天晚上，陈家豪很晚才回家，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水味。方慧敏认的那个味道是苏雅琴用的香水。她什么都没说，默默地为丈夫热菜。你不问我去哪儿了？陈家豪有些意外。你愿意说的话，自然会说。方慧敏的声音很平静。陈家豪心里涌起一阵烦躁，他几乎希望方慧敏能闹一场，这样他就有理由发火了。但他的隐忍让他更加厌烦。慧敏，我们谈谈吧。那天夜里，陈家豪终于开口了。方慧敏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陈家豪避开他的眼神。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你是想离婚吗？方慧敏的声音在颤抖。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小雨怎么办？孩子跟我，你可以经常来看他。那一刻，方慧敏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她以为凭借自己的付出和忍让，可以换来这个家庭的接纳，但到头来，她依旧是那个可有可无的外人。第二天，陈淑华也来了，3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气氛凝重的可怕。慧敏，家豪跟我说了你们的事情。陈淑华开门见山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你们确实不合适。妈，方慧敏想要辩解，你别叫我妈了。陈淑华冷着脸，我当初就说过，农村户口配不上我们家豪，现在家豪有出息了，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了。可是小雨是我们陈家的种，当然要跟我们。
陈淑华毫不留情：“我给你5万块钱，你拿着钱走人，以后不要再纠缠家豪。5万块钱，这就是他5年婚姻的全部价值。”方慧敏看着茶几上的现金，感觉自己像个被买卖的商品。我只要求一件事，方慧敏最后说道：“让我偶尔看看小雨，可以，但不能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。”陈家豪总算有了一点愧疚。办完离婚手续的那天，方慧敏最后一次回到那个曾经以为是家的地方。3岁的陈小雨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天真的问他为什么要把衣服都带走。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，小雨要听爸爸和奶奶的话。方慧敏紧紧抱着儿子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妈妈，我想跟你一起去。小雨稚嫩的声音让方慧敏心如刀割。小雨要留在这里上幼儿园，等妈妈工作稳定了再来接你，好吗？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方慧敏知道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接回儿子了。拖着一个行李箱离开时，方慧敏没有回头。她知道如果回头看一眼，就再也没有勇气离开了。在城郊租下一间10平米的小房子后，方慧敏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白天她在附近的写字楼里做保洁，晚上兼职送外卖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身体累得几乎散架，但她不敢停下来，只有忙碌的时候才能暂时忘记心里的痛苦。这活挺累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干得了吗？保洁公司的主管问她。没关系，我不怕吃苦。方慧敏坚定地说，她确实不怕吃苦。从小在农村长大，什么苦活累活她都干过。现在虽然身处困境，但她心里有一个信念支撑着，一定要变得更好，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每天晚上送外卖的时候，方慧敏会路过很多办公楼，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白领们，她心里既羡慕又向往。她开始思考自己要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人。姐，你送外卖之前是做什么的？一个同样送外卖的小伙子好奇地问。做家庭主妇，方慧敏简单回答。那你现在打算一直送外卖吗？不，我想学点技能，以后找份更好的工作。确实，方慧敏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她用辛苦攒下的钱报了会计培训班，每天下班后就去上课，从最基础的会计原理开始学起。她比任何人都认真。方慧敏，你的作业做得很好，老师经常这样夸奖她，看得出来你很用心。谢谢老师，我想尽快考到证书，以你现在的水平，应该没问题。但考到证书只是开始，实际工作经验更重要。方慧敏点点头，她明白这条路不会容易，但她愿意一步一步走下去。2019年，方慧敏拿到了会计从业资格证，她辞掉了保洁的工作，开始专门寻找财务相关的职位。起初没有公司愿意要她，毕竟她缺乏工作经验，年龄也不占优势。你之前有做过财务工作吗？面试官问。没有，但我很想学。我可以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，工资也可以商量。经过无数次面试失败后，一家小型物流公司终于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虽然工资只有2500块，但方慧敏已经很满足了。新人要多学多问，不要怕麻烦。财务经理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对方慧敏还算友善。好的，我一定努力学习。方慧敏确实很努力。别人下班了，她还在埋头研究账目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她会虚心请教同事。回家后还要查资料复习。小芳，你这么拼命干什么？同事们有些不理解。我起不晚，必须比别人更努力。方慧敏说得很诚恳。1年后，
方慧敏被提升为主办会计，她的工资涨到了4000块，还第一次有了年终奖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开始找回了自信。慧敏，你变化挺大的。一个老同事说，刚来的时候你看起来很胆小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确实不一样了。方慧敏学会了化妆，学会了穿搭，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在职场上保护自己。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农村媳妇，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。2020年，物流行业因为电商的发展迎来了爆发期，方慧敏所在的公司业务量急剧增长。她也因为工作能力出色，被猎头挖到了一家更大的物流企业。方小姐，我们公司很看重你的能力。新公司的总监在面试时说，希望你能来我们这里担任财务主管。谢谢您的信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这一次，方慧敏的年薪达到了15万，她在城里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，还买了一辆代步车。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，她经常会想起几年前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的自己。那个时候的她可能想象不到，有朝一日能过上这样的生活。2021年，方慧敏又跳槽到了一家大型物流集团，担任财务总监。她的年薪涨到了50万，在行业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方总，您真是我们的榜样，下属们都很尊敬他，从基层做起，一步步做到总监，太不容易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方慧敏总是这样回答，语气平和，但透着坚定。她确实走过了一条不容易的路，从被净身出户的农村媳妇，到年薪几十万的企业高管，这其中的艰辛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这些年来，方慧敏一直坚持每个月给儿子陈小雨寄生活费。虽然陈家从来没有缺过钱，她也会定期给儿子买礼物，通过快递寄到陈家。每次收到儿子的照片，她都会在深夜里一个人流泪。小雨长高了，也长帅了，眉眼间还能看出小时候的影子，但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儿子了。陈家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他的探视请求。妈妈，小雨还认识我吗？他有时会对着照片自言自语。2022年春天，方慧敏接到了一个新项目，公司要整合当地的电力设备供应链，需要和多家电力企业进行商务谈判。方总，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，您亲自负责，我们比较放心。董事长特意找他谈话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那天下午，方慧敏开着奥迪车来到市电力公司，她穿着一身定制的职业套装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手里拿着真皮公文包。10年前那个穿着朴素衣服的农村媳妇早已不复存在。电梯门打开，方慧敏走进了会议室，对面坐着几个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其中一个男人抬起头来，瞬间愣住了。慧敏，真的是你吗？方慧敏看清了那个人的脸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10年没见，陈家豪老了很多，头发稀疏了，肚子也大了，眼角有了明显的皱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眼中的意气风发完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落魄。陈先生，你好。方慧敏的语气公事公办。我是星海物流集团的财务总监方慧敏，今天来谈电力设备采购项目的合作。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。陈家豪的同事们面面相觑，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陈科员会认识这位大公司的总监。方总，请坐。电力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连忙起身。我们期待与星海集团的合作，接下来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。
方慧敏专业地介绍了公司的方案和报价，电力公司的人员认真做着记录，只有陈家豪坐在那里发呆，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会在1周内给出正式的合作意向书。会议结束时，项目负责人这样说道：好的，期待贵公司的回复。方慧敏收拾好文件，准备离开。方总，能单独聊几句吗？陈家豪终于找到了开口的机会。方慧敏看了看手表，我还有其他安排，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可以联系我的助理，不是工作的事。陈家豪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是私人的事情，抱歉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私人的事情需要谈。方慧敏的态度依旧冷淡。慧敏，我们真的不能聊聊吗？哪怕只有几分钟。看着陈家豪近乎恳求的眼神，方慧敏内心五味杂陈。10年前，这个男人高高在上的让他净身出户，10年后，他却在求他给他几分钟的时间。好吧，就5分钟。两人来到电力公司楼下的小花园。春天的江南，杨柳依依，花香阵阵，但此时此刻，谁都没有心思欣赏风景。慧敏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陈家豪小心翼翼地问。很好，谢谢关心。方慧敏的回答简洁而疏离。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发展得这么好。陈家豪的语气里带着复杂的情绪。财务总监，年薪应该不少吧？足够我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小雨经常问起你。陈家豪试图找个能触动他的话题。他说想妈妈了。方慧敏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既然小雨想我，为什么这2年我申请探视，你们总是拒绝我？那不是我的意思，是我妈。陈家豪解释得很无力。时间到了。方慧敏看了看手表。再见，慧敏，等等。陈家豪在身后叫他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方慧敏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你说。我后悔了。陈家豪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当年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那样对你。雅琴早就甩了我，嫁给了一个富商，我的工作也不顺利，现在还是个普通科员。这些年我过得很不好，经常想起你的好。所以呢？方慧敏的语气依旧平静。我们能重新开始吗？我知道我没资格这样要求，但是陈家豪。方慧敏转过身来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？我知道很难，但我真的很后悔。我发誓会好好对你，会珍惜你的。10年前，你嫌弃我的农村户口，说我配不上你的前途。现在你事业不顺，反而想起我的好了。你觉得这是爱情，还是现实？陈家豪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小雨要考虑。方慧敏继续说道。这孩子被你们养了4年，对我已经很陌生了。如果我们复婚，你能保证你妈会接受我吗？你能保证不会再次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抛弃我吗？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。算了吧。方慧敏摇摇头。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不是想挽回就能挽回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方慧敏转身离开了。陈家豪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，心中涌起深深的懊悔。回到办公室后，陈家豪的同事们纷纷围过来。老陈，你怎么认识那个方总的？他可是大公司的高管啊，年薪得有几十万吧？人家开的是奥迪，穿的是名牌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陈家豪苦笑着摇摇头。以前认识，他没法告诉同事们，那个光彩照人的方总曾经是他嫌弃的农村媳妇，更没法说，如果当年他没有那么势利，也许现在坐在奥迪车里的就是他了。几天后，陈家豪的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。小陈，
听说你认识星海集团的方总？是的，以前有过接触。那太好了，这个项目对我们部门很重要，如果拿不下来，我们可能要面临重组。你能不能通过私人关系帮忙争取一下？陈家豪心里一沉，他没想到这个项目会如此重要，更没想到自己的饭碗竟然掌握在方慧敏手里。我试试吧，他勉强答应。当天晚上，陈家豪给方慧敏发了条短信：慧敏，今天能见面聊聊吗？关于项目的事情。很快收到回复：项目的事情请联系我的助理，我不负责具体的商务对接。陈家豪不死心，又发了一条，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公司有没有机会，毕竟我们也算老朋友了。这次方慧敏没有回复。第二天，陈家豪直接到星海集团楼下等着。他知道方慧敏一般7点下班，就提前半小时过来了。方总，能耽误您几分钟吗？看到方慧敏走出大厦，陈家豪连忙迎上去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方慧敏有些意外：我想和您谈谈项目的事情。我说过了，项目的事情找我助理。慧敏，我们部门真的很需要这个项目。陈家豪的语气带着恳求：如果拿不下来，我们可能要被裁撤。那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我们以前有过不愉快，但这毕竟关系到很多人的饭碗。方慧敏停下脚步，认真看着陈家豪：你觉得我会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公司决策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公司的方案我看过了，确实不符合我们的要求，设备老化，价格偏高，服务体系不完善，这些都是客观事实，不是我个人好恶的问题。那有没有改进的余地？商业合作讲的是互利共赢，不是施舍和同情。方慧敏的语气很专业：如果你们能拿出有竞争力的方案，我们当然愿意考虑。我明白了。陈家豪点点头：谢谢您的直率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看着方慧敏开车离去，陈家豪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女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农村媳妇。她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不会因为任何私人感情而妥协。1周后，星海集团正式发出了合作意向书。正如方慧敏所说，陈家豪的部门因为方案不符合要求而被淘汰。当天下午，部门领导宣布了重组的消息，陈家豪和几个同事被调到了其他岗位。老陈，看来你的面子也不好使啊！同事们议论纷纷。陈家豪苦笑不语，他们哪里知道，方慧敏能坚持原则，不给他开后门，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。那天晚上，陈家豪坐在家里发呆。陈淑华看出儿子心情不好，过来询问情况：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问题？我被调岗了。陈家豪简单说明了情况。什么？那个女人居然这么狠心？陈淑华气得跳脚。当年要不是我们收留她，她还在农村种地呢，现在有出息了就翻脸不认人。妈，这不能怪她，确实是我们的方案不行。什么方案不行？分明就是她故意报复。陈淑华越说越气，我就知道这种农村女人心眼小，记仇得很。够了！陈家豪突然爆发了，都是因为你当年的势利眼，我们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说什么？陈淑华愣住了。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当年慧敏对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看得见吗？她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，只是希望得到一点基本的尊重。但你呢？因为她是农村户口，就各种挑剔，各种刁难，那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？陈家豪冷笑：看看我现在过得什么样子吧。慧敏已经是大公司的高管了，
而我还在为了一个项目求他。你觉得到底是谁配不上谁？”陈淑华被说得哑口无言。她确实没想到，当年那个被她看不起的农村媳妇，如今会有这样的成就。妈，这些年慧敏一直给小雨寄钱、寄礼物，从来没有断过。她想看孩子的时候，你总是找借口拒绝。你觉得这样对孩子好吗？我也是怕孩子受影响。陈淑华的声音小了下来。受什么影响？受良心和责任心的影响吗？陈家豪站起身来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当年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好媳妇，还有一个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好的机会。说完这些话，陈家豪回了自己的房间。陈淑华坐在客厅里，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做法是否正确。几天后，陈家豪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带着8岁的陈小雨主动联系了方慧敏。慧敏，小雨想见见你。电话里，陈家豪的语气很诚恳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。方慧敏沉默了几秒钟。好，你们到万达广场，我等你们。周6下午，方慧敏提前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她紧张的手心出汗。不知道4年没见的儿子还认不认得他。妈妈，远远的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。方慧敏认出那是小雨，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更帅了。小雨，方慧敏蹲下身子，紧紧抱住了儿子。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小雨在他怀里说道。妈妈也想你。方慧敏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妈妈，你为什么哭了？因为太高兴了。陈家豪在一旁看着母子重逢，心情也很复杂。这4年来，他其实也后悔过，看着别的孩子和妈妈亲近的样子，他知道小雨失去了什么。小雨，去和妈妈玩吧，爸爸在这里等你们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方慧敏和儿子形影不离。他给小雨买了很多玩具和衣服，带他吃了最爱的冰淇淋，听他讲学校里的趣事。妈妈，你现在住在哪里？我能去看你吗？小雨天真地问。当然可以，妈妈随时欢迎你。那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？这个问题让方慧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她看了看不远处的陈家豪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小雨，有些事情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。他只能这样回答。分别的时候到了，小雨恋恋不舍地抱着方慧敏，说什么也不肯放手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？很快，妈妈保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